歡迎來到明星新聞 MKN Star News 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王楚然突然空降成為迪奧品牌大使，恰逢迪奧全球品牌大使迪麗熱巴因滯留迪拜，無法飛往巴黎參加迪奧秋冬大秀。2026年3月3日，巴黎杜樂麗花園的迪奧秋冬大秀後台，一張合影悄然流出，新晉品牌大使王楚然身着早春系列套裝，與迪奧首席執行官微笑交談。而此刻，本該站在這個位置的迪奧全球品牌大使迪麗熱巴，正在4000公里外的迪拜機場貴賓室裡，反覆刷新着航班動態頁面。阿聯酋領空關閉的紅色警示，像一道無形的牆，把它隔絕在巴黎的璀璨燈火之外。這戲劇性的一幕被時尚博主實時記錄了下來。王楚然那張被稱為天選 Dior 臉的面孔，在秀場燈光下顯得格外從容。要知道，從品牌摯友到大使，通常需要至少2年的考察期，期間要完成雜誌拍攝、小型活動、產品推廣等一系列考核。但王楚然跳過了所有步驟。2026年2月28日，迪奧官方微博直接官宣他為品牌大使，沒有預熱，沒有鋪墊，就像憑空變出一張王牌。業內人士透露，這種零考察期空降在藍血奢侈品牌歷史上極為罕見。上一次類似案例還要追溯到2018年。當時某國際超模因戛納電影節上的驚豔亮相，直接被另一個奢侈品牌簽約為全球代言人。但那是建立在模特早已享譽國際的基礎上。而王楚然，一個95後中國演員，憑什麼？翻開他的2026年日程表，或許能找到答案。1月，他在春晚王昭君中的水袖舞片段，在抖音獲得了超過2億次播放。王楚然古典舞熱搜掛了整整3天。2月，他主演的都市劇《成何體統》在騰訊視頻收官，站內熱度突破32000，成為開年第一部爆款劇集。更關鍵的是，他在劇中的職場造型被時尚博主逐級分析，那套米白色雙排扣西裝在淘寶同款銷量1周內突破5萬件。但數據只是表象。迪奧內部人士在匿名採訪中透露，真正打動品牌的是他身上那種矛盾統一感。他可以穿着2026早秋系列的刺繡長裙，在盧浮宮前拍出油畫般的質感，也能套上男裝系列的西裝，在秀場後台踩着平底鞋和設計師討論面料。這種可塑性，正是當下奢侈品牌最渴求的。該人士特別提到，王奧創意總監在試裝時看到王楚然穿平底鞋走秀的提議，當場表示贊同，優雅不該被高跟鞋綁架。與此同時，在迪拜機場的 VIP 休息室裡，迪麗熱巴的團隊正在緊急調整行程。原本她應該在3月2日搭乘阿聯酋航空 EK073 航班從迪拜直飛巴黎。這是他過去3年參加時裝週的固定路線，但3月1日晚間，中東局勢突然升級，阿聯酋民航局在3月2日凌晨緊急發布領空關閉通知，所有進出港航班無限期推遲。諷刺的是，中國外交部領事司早在2月27日就發布了謹慎前往中東部分地區的安全提醒，但迪麗熱巴的經紀公司嘉航傳媒仍然為他安排了這條中轉路線。更讓粉絲憤怒的是，隨行的工作人員中，有人提前選擇了直飛巴黎的航班，已於3月2日順利抵達秀場現場。這種區別對待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海嘯般的質疑。有航空業內人士分析指出，從北京飛巴黎，其實有法航 AN381。國航 CA933 等多條直飛航線，選擇在局勢緊張時期經停迪拜，要麼是為了銜接某個商業活動，要麼就是團隊在成本控制上做出了冒險決定。
而迪麗熱巴本人過去3年的公開行程顯示，他從未在迪拜有過商業活動記錄。事件發酵後，有自稱加行前員工的網友爆料，公司對頭部藝人的行程安排存在系統性風險忽視，他們會為了省下10幾萬的包機費用，讓頂流藝人擠商業航班，也會為了配合贊助商要求，把行程排得密不透風。熱巴2025年那次重感冒，就是因為1周內連飛了4個城市拍廣告。這種說法在迪麗熱巴粉絲群體中得到了大量佐證。他們整理出2024年至2025年迪麗熱巴的行程表，顯示她在2年內完成了7部電視劇拍攝、18個品牌代言活動，以及超過30場跨省商業站台，平均每個月只有不到3天的完整休息時間。而同期，王楚然在2025年只接拍了2部劇集，其餘時間都在進行舞蹈訓練和時尚雜誌拍攝。2種截然不同的職業規劃路徑，在2026年3月3日這個節點產生了殘酷的對比。一邊是精心準備卻因意外擱淺，另一邊是看似輕鬆卻步步為營。時尚評論人 Style Insider 在微博上寫道：“王楚然的空降不是運氣，而是精準計算的結果。他的團隊很清楚，在95花廝殺最激烈的2025年，與其扎堆拍古偶，不如沉澱氣質，打磨稀缺性。迪奧看重的不是他的流量，而是他身上那種不急不躁的稀缺感。這份稀缺感確實轉化為了商業價值。迪奧官宣王楚然為大使後，他身上那件早春系列針織衫在官網3小時內售罄，連帶他2025年在機場被拍到的一款迪奧馬鞍包，二手市場價格一夜之間上漲了40%。而迪麗熱巴雖然缺席了秀場，但她2025年代言的迪奧烈焰藍金唇膏，在3月4日當天的天貓銷量仍然增長了150%，粉絲用購買力證明着忠誠。但商業數據無法完全掩蓋這場意外帶來的連鎖反應。有消息稱，迪奧總部對全球大使缺席年度大秀非常不滿，雖然理解是不可抗力，但認為團隊的風險評估存在嚴重問題。而王楚然在秀後參加的迪奧私人晚宴上，被安排坐在了亞太區市場總監身旁，這個位置原本預留給迪麗熱巴。更微妙的變化發生在社交媒體上。迪奧官方賬號在3月3日當天發布了17條與大秀相關的內容，其中9條帶有王楚然的鏡頭，而提及迪麗熱巴的只有2條歷史合作回顧。這種權重傾斜在奢侈品牌的傳播策略中通常具有指標意義。2024年9月，當另一位中國明星因政治風波被品牌冷處理時，也曾出現過類似的內容降權現象。王楚然的團隊顯然抓住了這個時間窗口。秀後第2天，他的工作室釋出了一組在巴黎亞歷山大3世橋拍攝的寫真。這組照片刻意避開了常見的奢華背景，選擇了清晨6點的巴黎街頭。他穿着迪奧2026早春系列的粗花呢外套，手裡拿着的是品牌最經典的 Lady Dior 手袋，但拍攝角度卻讓她看起來像是個在塞納河畔散步的普通巴黎女孩。這種去隆重化的呈現方式，在社交媒體上獲得了出乎意料的好評。時尚博主巴黎時裝筆記分析道，這組照片的精妙之處在於，它既展示了品牌單品，又沒有那種硬邦邦的廣告感。特別是他靠在橋欄杆上那張風把頭髮吹亂的樣子，完美詮釋了迪奧新任創意總監提出的優雅的鬆弛感概念。這種視覺語言的高級之處在於，它讓消費者覺得我也可以這樣穿，而不是只有超模才能駕馭。相比之下，迪麗熱巴團隊在3月4日發布的聲明就顯得有些蒼白。那份500字左右的說明，詳細解釋了航班取消的經過，
強調了藝人本人的遺憾，但對團隊為何在安全預警後仍選擇迪拜中轉只字未提。聲明下的評論區最高讚的粉絲留言是：請給熱巴配一個專業的團隊，而不是只會發公關稿的團隊。雙引號。這場風波還意外牽扯出了奢侈品牌與中國藝人合作模式的深層問題。有業內人士指出，迪奧同時擁有2位中國大使級別的藝人，本就是亞太市場策略的一部分。熱巴負責覆蓋大眾市場與流量曝光，王楚然則瞄準高淨值客群與審美話語權。這種雙線布局在2025年路易威登也用過。當時他們同時簽約了頂流小生和文藝片影帝。雙引號。但問題在於，當2位藝人的行程發生衝突時，品牌的資源傾斜就會暴露出真實的優先級。2026年迪奧大秀的官方直播中，王楚然獲得了超過3分鐘的單人鏡頭，包括後台準備、秀場觀秀以及與創意總監的互動。而迪麗熱巴只在開場前的藝人合集中出現了2個鏡頭，且都是網際活動的存檔畫面。這種差異處理在時尚圈引發了討論。某國際時尚雜誌中國版主編在私人朋友圈寫道：今天在秀場和王楚然團隊聊天，他們提前2周就到了巴黎，每天進行8小時的儀態訓練和法語禮儀課。而據我所知，熱巴團隊原本只計劃提前3天抵達，行程裡塞滿了商業拍攝。2種準備方式，2種結果，這已經不是運氣能解釋的了。雙引號。王楚然的法語禮儀課細節後來被媒體披露出來，他的訓練包括如何用恰當的音量在秀場交談，如何在不看標籤的情況下識別迪奧各季面料，甚至包括用餐時刀叉擺放的巴黎式習慣。這些細節看似瑣碎，卻在關鍵時刻發揮了作用。秀後晚宴上，他被拍到用流利的法語與迪奧首席執行官交談了10分鐘。這段視頻在海外社交媒體上獲得了超過100萬播放量。而迪麗熱巴方面，粉絲挖出了他為這次大秀做的準備。他提前3個月開始了嚴格的形體管理，瘦了8斤以適應迪奧最新系列的剪裁。他專門請了巴黎當地的造型師，設計了6套看秀造型。他還推掉了一個片酬高達2000萬的綜藝邀約，就為了空出完整的時裝週時間。所有這些準備，最終敗給了一張航班取消通知。更殘酷的是，時尚產業的記憶是短暫的。2026年3月5日，迪奧大秀的熱度還未完全消退，品牌就已經開始了下一輪營銷。他們在上海恆隆廣場的旗艦店舉辦了早秋系列預覽，王楚然作為大使到場參加，而迪麗熱巴因為仍在調整行程未能現身。活動現場的巨幅海報上只有王楚然一個人的形象。與此同時，網絡上也出現了新的聲音，有觀點認為，王楚然的空降其實暴露了奢侈品牌在中國市場面臨的焦慮。他們急需找到既有大眾認知，又能體現品牌調性的新鮮面孔。95花裡符合條件的人選其實不多，王楚然的氣質稀缺性讓他成為了那個不得不選的選擇。這種觀點得到了部分行業數據的支持。迪奧在2025年中國區的銷售額增長了 22%， 但品牌搜索熱度同比只增長了 5%。這意味着他們需要新的刺激點，而迪麗熱巴的困境則折射出頂流藝人與其經紀公司之間日益突出的矛盾。2026年3月6日，有媒體爆出迪麗熱巴正在與嘉行傳媒協商修改合作模式，要求對商業行程擁有一票否決權。雖然雙方很快否認了這一消息，但知情人士透露，迪拜滯留事件確實成為了導火索，讓積累多年的問題浮出了水面。這場發生在巴黎與迪拜之間的對比句，沒有贏家，只有啟示。王楚然看似輕鬆的空降，
背後是長達2年的氣質打磨和戰略取捨。迪麗熱巴充滿遺憾的缺席，表面是不可抗力，實則是團隊專業性的系統性缺失。當粉絲還在爭論誰更受品牌重視時，迪奧2026秋冬系列的訂單量已經比上一季增長了30%，其中亞太區貢獻了45%的增幅。數字不會說謊，但數字也從不講述完整的故事。那個在迪拜機場望着航班顯示屏的迪麗熱巴，和那個在巴黎清晨的塞納河畔拍攝寫真的王楚然，他們或許都清楚，在這個行業裡，準備萬全可能敵不過一次領空關閉，但毫無準備，連被運氣眷顧的資格都沒有。而品牌方關心的，永遠只是下一季的財報數字，和誰能幫他們實現那個數字。感謝您觀看視頻，請訂閱我們的頻道以支持我們。